黄金又上热搜了，但这次呢，不是因为金价创了新高，而是因为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推出了黄金税收新政。从今天起一直到2027年底，黄金买卖、加工、投资的税收方式都要变了。很多人问，这政策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去买黄金？还有人问，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减税呢？其实都不完全对。我今天要讲的是这背后更深层次的信号。黄金税改看似是一纸文件，其实是中国货币体系一次悄悄的再锚定动作。它不仅关系到金价，更关系到你我未来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新规的核心其实就3句话，我给大家讲明白。第一，如果你去上海黄金交易所或上海期货交易所卖黄金，免征增值税。什么意思？就说不管你卖给谁，只要你在这2个平台上交易，那这笔买卖的税负就是0。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呀！国家等于在说，请走正规渠道，我给你降成本。第二，如果你是金店，从这2个交易所买黄金，用来加工成首饰再卖出去，那只要你是一般纳税人，就可以凭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发票上注明的税额进行抵扣。通俗点说，就是国家在奖励那些合规经营的实体店铺，让他们的利润空间更大。第三，如果你是投资者，买黄金不是为了做首饰，而是为了投资，那你第一次提货的时候，交易所会给你开一张6%的增值税发票，这笔税呢其实是垫付的，以后你把黄金卖出去可以抵扣回来。哎，这就是所谓的投资用途可抵扣。但如果你只是短线投机，买完马上再卖给下一个人，那就只能开普通发票，抵扣不了税了。换句话说，你就没有税收的优势了。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筛选机制啊，国家在用这种税制区分长期持有者和短线投机者。很多人又开始琢磨了，那算半天，似乎这项政策的目标不是多收税呀，那国家为啥呢？通过税制重新梳理黄金市场的秩序，我觉得有3个层面的目的。第一，治理秩序，让全国的黄金买卖都走交易所的正规通道，这样能够防止偷税、防止洗钱，也方便监管资金的流动。简单讲，就是让黄金交易回到阳光之下。第二是扶持产业，这项政策呀，其实对金店、对加工厂都是利好，因为以前的免税政策呢，只覆盖标准金条那一块儿，很多的金店、首饰厂甚至投资者在实际操作中都挺尴尬，有人发票不好开，有人抵扣不了税，反正呢，正规企业反而不如小作坊灵活了。那这次新规不是改税率，而是把规则讲清楚了。他把模糊地带彻底给划清楚了，哪种情况免税，哪种情况可以抵扣，投资者提货怎么开票，加工销售怎么算纳税。大白话说，过去啊大家都靠经验操作，现在呢这个规则落地了。不光让企业更容易合规，也让整个黄金产业链的账更明白了，信任更强了。黄金从只在金融圈流转的贵金属，重新变成了能被透明交易、正规经营的实物商品。第三就是引导投资方向，国家希望黄金市场的资金更长期、更稳定，而不是被短炒和套利链条扰乱。税收政策正是实现这一点的工具。所以这次黄金税改本质不是在收税，而是一次对市场行为的制度净化。它在告诉我们，黄金不只是商品，也不是简单的避险资产，而是一个需要被制度化、被重新定义的国家级储备资产。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黄金为什么能被国家赋予这种地位，它到底凭什么几千年来都能成为人类社会的货币之王？说到黄金，很多人脑子里其实第一反应是贵、保值、闪闪发光。但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它为什么能被国家当成战略资产，就得明白，黄金不是一种单一属性的东西，它至少有3层价值金字塔。第一层就是它的商品属性。黄金首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商品，它能够做首饰，能用于航天、医疗、芯片封装，是真正有工业用途的稀有金属。这一层呢是物理黄金的价值，供需决定价格，那这跟铜、锌、银没有什么两样。第二层是货币属性，这就不一样了。黄金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种不依赖任何主权信用的货币，它不会违约，不会被印刷，不会因为某个国家的政策就贬值。你不用相信谁，你只要相信黄金本身。后台很多朋友问苏老师，黄金凭什么能挑战美元？
我通常是这么回答：黄金不是要替代美元，而是当全世界都在印钱的时候，黄金是唯一不用再印的货币。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去中心化的资产。其实，比特币试图复刻的也正是黄金这种去中心化的价值逻辑。只不过呢，比特币是人造算法的信任，而黄金呢是自然法则的信任。第三层就是它的金属属性了，这一层啊往往被忽视。今天的黄金早已不只是首饰或金条，它还有期货、租借、抵押、ETF 等金融衍生的功能。全球的央行和大型机构都在用黄金做金融操作，而这次黄金税改本质上正是对这一层，也就是金融属性做一次制度净化。以前有太多的灰色套利、票据倒卖、投机的环节，让黄金在金融体系里呢变得脏乱。现在国家通过交易所渠道和税务规范，在清理金融层面的噪音，让真投资、真储备留下来。所以呢，这次政策的真正意义啊，不是让大家去赶紧买金条，而是告诉市场，黄金的金融属性重新回归国家层面管理。未来3年，黄金会同时扮演这3种角色：实物商品、制度货币和战略资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财政部、税务总局、央行的动作几乎在同一个节奏线上。税制在铺路，央行在买入，投资者的信心在回流。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黄金的稀缺性。黄金为什么这么稳？为什么几千年来都不被淘汰？核心在一个词儿 S-to-F 比 （Stock to Flow Ratio），全称呢是存量流量比。S-to-F 啊是存量对流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全世界已经挖出来的金子和每年新挖出来的金子的比例。目前呀，全地球上的黄金大概有18万吨，每年的新增产量呢只有不到2%，也就是说，要再挖出同样体量的黄金要50年以上。这在经济学上就意味着黄金的通胀率极低，它几乎不被人为扩张。那换句大白话来说呢，就是美元能靠印，但是黄金呢不能靠挖。这就是它的时间价值。所有的主权货币都在膨胀，唯独黄金在相对静态存在。所以，每当信用膨胀、通胀加剧、战争风险的上升，资金自然会往黄金流。而且历史上，黄金有个规律，黄金总是往信用最强的地方走。从古埃及、罗马、西班牙、英国到美国，哪个文明最强盛，黄金就流向哪里。这其实呢是全球资本对信任中心的自然选择。而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拐点，美元信用开始减弱，全球央行开始增持黄金，中国黄金储备创历史新高，黄金正在东移。这不只是投资的趋势，而是货币格局的迁徙。所以，从税改到稀缺性，再到黄金的流动方向，背后呢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国家在为黄金证明，市场在为黄金重估。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各国央行都在加仓黄金，在去美元化的大背景下，黄金又承担了怎样的战略角色呢？这意味着普通人该怎么做资产配置呢？现在呀，咱们从国家视角来看黄金。财政部在改税，央行在买黄金，看似两件事儿，其实呢是一场货币秩序的静悄悄的重构。2025年上半年，全球央行增持黄金超过415吨，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央行连续多月增持黄金，储备呢突破了2264吨，这是过去10年来增长最快的阶段。为什么各国央行都在疯狂地买黄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全球金融系统正在经历一次信用衰退，美元的超发、债务高企、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各国央行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储备资产真的安全吗？在这个时候啊，黄金成了唯一的答案，因为黄金是唯一没有对手方风险的资产，它不依赖任何国家，不依赖任何系统，它只依赖物理存在。所以，央行买黄金，其实买的不是金子，买的是信任的底线。这就像建房子打地基，钢筋水泥再豪华，如果地基不稳，那一场地震就会垮掉。黄金就是国家信用的地基。说到这里呢，你还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变化：财政部在用税制把黄金市场理顺，央行在用储备把黄金地位抬升。这两个动作加起来，其实是在为一个更长期的目标铺路，那就是让中国的金融体系更加去美元化，更加内生化。所以，当前我们经历的不是简单的黄金热，而是一场全球信用体系的再平衡。当全世界的央行都在增持黄金，这其实也是一种集体行动，对法币体系的警觉，也是对未来货币秩序的提前布局。说了这么多，再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黄金税改、央行买金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直接呀。我经常讲，一个健康的家庭资产组合应该有4个象限：第一，现金流资产，比如说你的工资啊、利息啊、稳定的收益啊；第二，金融资产，比如说股票、基金、ETF 组合；第三，实体资产，房地产或者是实业；第四，防御性资产，黄金、白银、现金。而黄金的核心功能就是在法币周期和金融波动当中提供价值锚加心理锚。就是说，你可以不靠黄金赚钱，但是呢，你需要让黄金啊，让你不失眠，因为它会帮你对冲那种如果货币再贬值一点怎么办呢？如果地缘再乱一点怎么办的那种心理焦虑。而这次黄金税改的意义就是让黄金的配置变得更加合规、更加便捷、更加长期。未来3年，从2025年到2027年，黄金税制稳定，交易规则清晰，投资链条透明，这是普通人最容易也最安全的把黄金纳入你的资产组合的阶段。在我看来呀，黄金不是用来投机的金属，而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不确定性之间的缓冲垫儿。它不一定让你一夜暴富，但它可能让你活得更安稳。黄金的魅力不在于它会暴涨，而在于它不需要任何人的背书。总结一下呀，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税改，而是一场关于信用、信任和财富秩序的再平衡。当国家在重新定义黄金的制度定位，我们也应该重新理解"真金白银"这4个字的真正含义了。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